欢迎来到巴巴娱乐呀频道，请订阅频道，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从资源咖走到一线顶流，诚意的逆袭，我一点也不羡慕。朱棣小时候身边有一群好哥们儿，他们分别是宇思凤、齐燕、应渊君、周易安、李莲花和傅云深这些人。他们从小一起长大，关系特别好，简直就是铁哥们儿。从2024年到2025年这几年，诚意可是火得不行，从一个小配角一步步走到了主演的位置。他这段时间一直在忙着拍电影，产量高的让人都替他累。不过，这么高产也让大家有点担心，他拍这么多，作品质量能不能跟上呢？看完这部片子，我之前那些担心真的都是多余的。还有网友也说了，那个演员演的简直跟真的一样，太厉害了。他曾经受到过质疑，别人都说他不适合走演艺这条路，但他就是不信邪，用了整整10年的时间来证明自己可以。最近卓伟爆出的消息，把经常演古装仙侠剧的演员诚意给推到了大家热议的焦点。这流言蜚语转得沸沸扬扬，诚意一下子就成了大家关注的焦点人物。虽然这篇文章没有明确指出那位男艺人的名字，但里面描述了一个长相普通、道德观念不强的男演员。他为了讨好那些有钱的女人，甚至不惜下跪示好。哎，这世道啊，有些人为了名利，真的什么都愿意做啊。诚意身上有一大堆吸引人的特点，这些特点让不少网友都忍不住关注他，还特地晒出了能证明这些特点的证据。大家都挺好奇他身上到底有哪些与众不同的地方。听起来你好像在暗示我们七夕节就要到了，这让我开始琢磨起这个节日来。那次你突然出现在我面前，我第一眼就注意到了，你好像瘦了不少啊，身材变得好纤瘦。有网友眼尖的发现，这2段视频里的女主角都是同一个人，她的名字叫程程。不过，也有一些网友表示，男主角说话的声音听起来特别像诚意的声音。大家都觉得这种巧合挺有意思的，都在猜测是不是诚意和程程一起拍的视频呢？说实话，外边的人真的很难摸清楚这里边的事情，到底啥是真相，啥又是假的，谁说得清呢？有的人可能会为了抹黑诚意，故意编造一些证据出来，这种搞造谣的事情其实挺常见的。这些人可能就是想通过散布不实信息来损害诚意的名声，但真相总会大白，假的终究成不了真。我们得保持清醒，别被这种无中生有的东西给骗了。他早年拍了不少戏，因此网上的人都开玩笑的叫他欢瑞太子和资源咖。大家都觉得他挺幸运的，总是有戏拍，资源也不错。我跟杨紫早就认识了，经常一起演戏，可能是因为这个原因，有些网友误以为我们是一对。说实话，我们真的只是好朋友，不是大家想的那种关系。希望大家别再误会了，我们都很珍惜彼此之间的友谊。云歌会上，我因为跟剧里的女主角保持了一定的距离，没有给那些喜欢我们 CP 的粉丝们撒糖，结果就被人说我不够敬业，还被全网给喷了。晚上出门的时候，我无意中被人盯上了。不过呢，他们最后也没拍到啥不好的东西，反倒是我看到诚意在那儿钓了一晚上的鱼，真是挺有意思的，没想到他这么有耐心。大家都猜来猜去的，说是不是因为跟小了10岁的吴诗乐老一起出去玩，他们俩之间是不是谈恋爱了呀？经纪公司这边已经明确出来解释了，那个消息纯粹是瞎编的，一点都不真实。大家别被误导了，都是假的。观望的时候，咱们得沉住气，别随便听风就是雨，更不能瞎转谣言。心里慌也没用，不如平复一下心情，
看看事情会怎么发展。保持冷静，不轻易相信传言，才是明智之举。程毅的职业道路正走得风生水起，可这些突如其来的意外却给他添了不少麻烦。不过话说回来，塞翁失马焉知非福，说不定这些事故反而会给他带来意想不到的好运呢。无论外界怎么议论纷纷，程毅都始终坚守在自己的岗位上，全神贯注地投入到工作中。他仿佛进入了一个独立的世界，与外界的喧嚣和评价隔绝开来。对于他来说，外界的评论只是过眼云烟，真正重要的是做好自己的工作，追求自己的梦想。他和刘国南导演为了把角色齐燕演得更到位，可是费了不少心思。他们俩整夜的讨论，写了一大堆关于这个角色的短论文，就是想把这个角色给琢磨透了。程毅真是个拼命三郎啊！为了把挨打的戏演得更逼真，他居然让对手戏演员真打他。就因为这样，那个少年朱棣的惨叫声听起来特别真实，好像真的被打得很惨一样。这敬业精神真是让人佩服的五体投地啊！为了更贴近电影里的角色，他全心全意地跟着一位专业的老师学习训犬的技巧和知识，整整3个月都没怎么出门，完全沉浸在学习的世界里。他真的是非常投入，想要把角色演得更真实、更生动。这种专注和敬业的精神真的很让人佩服。他在戏里的表现真是让人印象深刻，看上去既聪明又沉着，那种文质彬彬、温文尔雅的样子真是吸引人。他对名和利看得很淡，不像有些人那样追名逐利。更难能可贵的是，他还展现出了慈悲和大爱，真是让人佩服。喂，你到了外场没？是不是已经顺利抵达了呀？嘿，你变了样了啊，看起来真的不太一样了呢。说到程毅，你可别看他戏里演得那么好，戏外可是有不少让人哭笑不得的趣事呢。每次打开搜索引擎搜他，总能翻出他以前干过的那些搞笑事，简直比铁粉剪的角色还精彩。这家伙真的是戏里戏外都让人忘不了啊！你知道吗？那个拥有超级多粉丝，整整2500万的演员，竟然也跑去开直播间了。不过啊，真是没想到，进去看的人竟然还不如一些小网红多呢。这可真是让人大跌眼镜啊！怎么一个人都没有啊？难道是我来得太早了？不应该啊，这地方平时都挺热闹的。难道是我走错地方了？哎呀，真是奇怪，怎么会一个人都没有呢？他后来才发现，原来直播间被悄悄设置了，变成了专属模式，只有他自己能欣赏到直播内容，别人是看不到的。手机壳吗？我捡到个苹果13的，想着能不能给我的苹果8用上呢？一试，嘿，还挺合适的，直接就给套上了。就这么着，我把我那捡来的苹果13手机壳给用在我苹果8手机上啦。你完全搞错了，别以为这只是公司为了营销而塑造出来的形象。那清澈的眼神可不是装出来的，他透露的是真实的自我，可不是随便能演出来的。程毅为了给自己的新剧造势，特意参加了《你好星期六》这档综艺节目。结果啊，他一亮相，节目收视就嗖嗖的往上涨，直接冲到了开播以来的最高点。看来程毅的人气真不是盖的，大家都爱看他在节目上的表现呢。大家到底是因为程毅长得帅才想去看看的吗？其实我之所以来这儿，完全是因为他的那种呆萌可爱的气质吸引了我。程毅一加入，原本挺没意思的环节立马变得有意思多了。他一只手摆出了莲花指，对准对手，另一只手拿着话筒，淡定的发号施令，整个场面瞬间就被他带动起来了。莲花可不是那种只会当话筒，结果说话的时候忘了用对方式，或者话筒都放到嘴边了却不知道说啥的东西。它有着更深远的含义和用途，
是我们需要用心去理解和感悟的。何老师挺身而出，环顾四周，看到大家那迷茫的眼神和嬉笑声，他实在是看不下去了。于是他毫不犹豫地站了出来，用坚定有力的言辞为那个人解围，让他不再尴尬。我已经清清楚楚地告诉他了，千万别一下子给他2个东西，这样他可能会搞混或者处理不过来。咱们家的粉丝们呀，都爱开玩笑地说，咱们家这位哥哥呀，真是没啥可黑的，全都是让人笑掉大牙的趣事。这种轻松幽默的说法，反而把那些说他故意装傻博眼球的谣言给澄清了。咱们家哥哥就是这么真实，这么有趣，哪用得着去装呢？这家伙脑子好使得很，你根本猜不透他接下来会出什么招。要想过得充实点，就别把时间花在那些无关紧要的小事上的，找点有意义的事情来充实自己，给自己的生活加油，打打气。这样我们才能过得更有意义，更有动力。他年轻那会儿，跟大多数人一样，一边忙着学习，一边找乐子，根本没去想过自己以后想干啥。之前他挺迷茫的，不知道该干啥。后来他在看电视剧的时候，了解到了演员这个职业，他突然就觉得，这或许就是我该走的路啊。从那以后，他的人生就有了方向，有了目标。当初我成功迈进了中央戏剧学院的校门，踏上了艺术之旅。这对我来说是一个崭新的开始，也是追逐梦想的起点。在中央戏剧学院，我将会接受更专业的培训，不断提升自己的表演水平，为未来的演艺事业打下坚实的基础。在这个教育资源相对紧张的小县城，想要拿到名校的入场券，真不是件容易的事儿。要想跨过那道高高的门槛，就得付出比别人多得多的努力和汗水。这就像是攀登一座陡峭的山峰，每一步都得小心翼翼，不能有丝毫的松懈。虽然过程艰辛，但只要心中有目标，脚下有力量，就一定能够攀登到顶峰，实现自己的梦想。在大家都不太相信他能做到的情况下，他居然真的勇敢地迈出了那一步，真是让人意想不到。尽管周围的人投来的都是怀疑和不信任的目光，但他似乎完全没有受到影响，反而更加坚定了自己的决心。他深吸一口气，鼓足勇气，然后稳稳地向前迈出了一步。这一步虽然看似简单，但对他来说却意义非凡。他不仅证明了他的勇气和毅力，更展现了他不屈不挠、敢于挑战自我的精神。看着他坚定地向前走去，周围的人也开始对他的表现刮目相看。所以说，有时候我们真的不能低估一个人的潜力和能力。只要他们有足够的勇气和决心，就一定能够战胜一切困难，实现自己的目标。他出身于专业表演学院，身上带着科班出身的光环，仿佛已经一只脚踏进了演艺圈的门槛。刚开始的时候，他还处于新人的保护期，但很快就凭借自己的实力和运气，成功接到了人生中的第一部电视剧，迈出了在演艺圈的重要一步。有时候，快乐总是那么短暂，一瞬间的欢喜过后，我们往往就得面对漫长的等待。那种感觉就像是站在一个遥远的起点，望着前方漫漫的旅途，心里充满了对时间流逝的无奈和期待。等待总是让人感到煎熬，但有时候它也是生活的一种必要。毕竟，只有经历过等待的漫长，我们才能更加珍惜那短暂的喜悦，更加明白时间的宝贵。所以，尽管等待的过程可能有些痛苦，但这也是我们人生旅程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有时候啊，在圈子里混，你会发现大家都有一些心照不宣的行为规矩。这些规矩呢，就是大家默认的默契，大家都按照这个来行事，也就形成了一种默契的行为准则。这些准则可能没写在纸上，但大家都心知肚明，一起遵守着。
这也是圈子里的一种文化，让大家都能更好的相处，一起把事情做好。最后啊，虽然我已经参加了面试，并且顺利签了合同，结果还是被一个靠关系进来的外行人给顶替了。这真的挺让人失望的，感觉自己的努力都白费了。听到自己被替换的消息后，他选择了独自待在房间里，一连好几天都在反思，当初自己坚持的东西到底对不对。他希望能从这次经历中找到答案，看看自己是不是走错了路。好在啊，他并没有放弃，一直坚持到了最后。他真的是个很有毅力的人，不管遇到多大的困难，都能咬紧牙关挺过去。能这样坚持下来，真的不容易，值得为他点赞。他这个人特别愿意挑战自我，只要是合适的角色，不管是大角色还是小角色，他都愿意去尝试。要是没人找上门来，他也不会干等着，而是会主动出击，毛遂自荐。他就是这么个积极的人，总是充满了干劲和热情。他长期以来都在配角的位置上默默耕耘，始终在不懈地奋斗和磨砺自己。如今，他终于等来了一次能够站在聚光灯下，让观众看见他、记住他的机会。这一刻，他多年的努力终于有了回报。他期待能够在这次机会中展现出最好的自己。程毅在2016年的《青云志》里演了林惊羽这个角色。这次演出让他第一次尝到了走红的滋味。这次出名给他带来了不少好处，让他有了更多的机会和可能。在金鹰艺术节这个大舞台上，我给大家展示了精彩的剑舞表演和动听的独唱歌曲，唱跳都不落人后。后来，我还有幸被那个超级火爆的综艺节目《一年级》邀请去，真是太激动了。从这时候开始，大家逐渐明白程毅出道之路走得并不容易，而且在这个过程中，他还遭遇了不少不公平的待遇。说实话，他这一路走来挺不容易的，很多人都没看到他背后的付出和受到的委屈。开机仪式上，大家可兴奋了，除了程毅外，其他主演手里都拿了把刀子，准备一起切蛋糕庆祝呢。看这阵势，就知道接下来的活动肯定很精彩。他那脸上的笑容啊，要是赵丽颖没主动和他分担点压力，恐怕早就挂不住了。说真的，赵丽颖的帮忙对他来说真是太重要了，不然他那笑容可能早就消失不见了。老是发生同样的事情，这可真是让人头疼啊。在长安诺开机那天，程毅发现其他演员都收到了不同大小的红包，可唯独他自己一个红包都没收到，这让他心里挺不是滋味的，感觉被忽视了似的。他试图在人群中举起手来吸引大家的目光，但可惜大家都好像没看见他一样，直接把他给无视了。有时候啊，导演和制片人看到他长相，就会觉得他不适合当演员，直接告诉他这碗饭他吃不了，劝他别再往这圈子里挤了。这些人就因为他的外貌而打压他，让他觉得演艺这条路特别难走。说起来你可能不信，他走的路其实和他的戏没啥关系，名气也不大，就像大家说的那样，他根本不信那套鬼话，心里铁了心要在社会上闯出一片天，让那些看不起他的人瞧瞧，他们大错特错了。他要用自己的实力证明给他们看，他可不是什么小角色，总有一天会站在他们仰望的位置。这条路啊，我整整走了10年，真是让人没想到。说实话，时间过得真快，转眼就过去这么多年了。这10年里，我走过了风风雨雨，也经历了起起落落。有时候觉得挺辛苦的，但想想又觉得挺值得的。毕竟这10年也让我成长了不少，也让我更加明白了生活的意义。到了2024年，程毅终于迎来了他的高光时刻。因为《琉璃》这部剧的大火，他成功走进了大众的视野，10年磨一剑的梦想也得以实现。
他的努力和才华终于得到了应有的认可，真替他感到高兴。他因为经常吐血，被粉丝们幽默的封为吐血界的王者，还有人称他为破碎感爆棚的男神。每次看到他这样，大家都忍不住调侃他几句，但也都心疼他的身体状况。他这种独特的形象，真的是让人既心疼又想笑啊！别担心没戏拍啦，你都这么有名气、受欢迎了，应该会有很多剧本找上门来吧？怎么会愁没戏拍呢？对于这个问题，答案是否定的。简单来说，就是不的意思。也就是说，这个答案并不是我们期望的或者想要的。所以，直接点来说，就是这个问题得到了一个否定的回应。程毅虽然是娱乐圈里的一线明星，但他从不因此而得意忘形。他总是特别努力，从不抱怨，每天都拼命工作。而且他为人特别谦逊，不管是遇到同行还是剧组的同事，他都特别友好，一点架子都没有。和这位网友合作过后，他忍不住感叹，这样的感受真的挺有道理的。虽然天气冷得让人直哆嗦，但我还是忍不住邀请那些站在棚外辛勤工作的人员进来棚里暖和暖和。这邀请可能有点晚，有点不够及时，但当我看到他们那种不畏严寒、坚守岗位的精神，心里真的挺感动的。这些人不辞辛劳，就算天再冷也毫不退缩，这种职业操守真的让人佩服。程毅的专业和敬业，真的亲自和他打交道才能体会得到。他对待工作的认真和专注，绝对不是嘴上说说那么简单。每一次合作，都能感受到他那种全身心投入的态度，让人由衷的佩服。所以说，想了解程毅的专业和敬业，还是得亲自接触才行。以前啊，每当过年过节没收到红包，心里总觉得空落落的，好像少了点什么。可现在呢，每当收到红包的那一刻，我反而更想去关心身边人的心情了。这红包啊，不仅仅是钱的问题，它更像是一种情感的传递，一种温暖的关怀。所以，现在我更愿意把这份关心传递给身边的每一个人，让大家都能感受到这份温暖和喜悦。拍完电影《沉香如屑》后，他收了一大堆红包，但这个人啊，一点都没想自己留着，马上就转手送给了身边那些小演员。他这种不自私、懂得分享的精神，真的挺让人佩服的。程毅因为经历过一些不公平的事情，开始更加明白这个行业的规矩了，所以他决定把更多的心思和精力都放在剧本和角色的研究上。他想要通过努力提升自己的演技，让更多的人看到他的才华和努力，这样他就能更好地应对圈子里的各种挑战，走得更远。他在拍完了戏之后，最喜欢做的事情就是发呆。他觉得这样能让自己的大脑得到放松，缓解一下工作的压力。所以，每当有空闲时间，他都会找个安静的地方，静静地坐着，让思绪自由飘荡。这种发呆的时光，对他来说是一种难得的享受。演完那场戏，我的情绪真是起伏的太大了，感觉心都快跳出来了。演完之后，我得稍微缓缓，花点时间让自己平静下来。这可不是因为我累了，只是我需要给自己充充电，休息一下。说白了，他本质上还是个艺人，搞艺术的。想要红透半边天吗？那就得好好琢磨琢磨了。你是不是觉得现在的情况有点难搞，想要找到出路，突破这个困境啊？想要真正展现出自己的实力，你就得深入理解自己的作品和角色。只有这样，你才能把他们演绎得活灵活现，让人印象深刻。如果连自己的作品和角色都搞不明白，那就别谈成功了，基本上就是白搭。所以啊，要想在这一行混得好，就得下功夫去琢磨自己的作品和角色，这样才能赢得观众的认可和喜爱。说到综艺节目啊，
咱们来聊聊这个呗。现在的综艺节目啊，真的挺有意思的，五花八门，啥都有。你想看搞笑的、温馨的、刺激的，啥类型都有的挑。而且啊，很多综艺节目还会请来一些大明星或者热门人物，让观众们看得更过瘾。不过啊，我觉得看综艺节目最重要的还是要自己喜欢，找到那些能让自己开心、放松的节目，那才是最棒的。你说呢？他坦白说，自己并不是那种善于取悦大众的人，对那一大堆规矩也是一头雾水。他觉得与其费脑筋去琢磨这些规矩，还不如把时间用在多看看剧本上呢。对他来说，研究剧本、琢磨角色，远比去琢磨那些复杂的娱乐圈规则来得有意义。现在的程毅已经年过33，他总算是实现了自己一直以来追求的那个目标。这么多年的努力，总算是没有白费。2024年尾到2025年头这段时间，有5部超级期待的电视剧要播啦，其中就包括《狐妖小红娘》《英雄志》和《迷局破之深浅》这几部大热的作品，真的等不及想看了，每一部都让人超级期待，相信播出后一定会火得一塌糊涂。那部名叫《爱在风起云涌时》的电影啊，可真是让人等得花都谢了，居然被搁置了整整7年。这期间，大家一直期待着它的上映，可它就是迟迟不来，真是让人心焦啊！你知道吗？我们之前拍的那部剧，其实一直等着合适的机会播出呢。要不是程毅这几年事业越做越火，这部剧可能还得在库里多待会儿。现在好了，有了他的加持，这部剧终于有机会和大家见面了。他一开始什么都不懂，但凭借着自己的努力和才华，逐渐展现出了出色的实力。最终，他不仅赢得了大家的赞誉，还获得了广泛的认可。这真是一个令人钦佩的转变啊！